紫色光华幻化而成的虚影，立于天地之间，使得原本对着念天赌阵没有兴趣的人也被吸引了过来。因为这样的异象，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第一次看见是由人的虚影形成的异象，不过这异象并未持续太久，很快那巨大的虚影便消散开来。虽然异象消散，可人们的内心却无法平静，所有人的目光都无法从楚风身上移开。楚氏天族，楚风，无论这最强后辈争霸赛他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可从今日起，他的名字注定要响彻于这圣光天河。只不过那究竟是好的名声还是坏的名声，还要看着最强后辈争霸赛楚风究竟能够得到怎样的成就。异象消散后，楚风也没有犹豫，直接将自己身上的筹码全部投入到了那刻写着他自己名字的山峰上。但是对于楚风这个举动，人们并未感到太过意外。倘若有自信夺得最强后辈争霸赛第1名的话，将筹码投给自己乃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毕竟谁都不会和修炼资源过不去。楚风，最强后辈争霸赛之后可不要逃。圣光羽对楚风说道。放心，我楚风绝对不会逃。楚风说道。那样最好。圣光羽此话说完，便大袖一挥，直接离开了。但令人意外的是，在圣光羽走后，圣光金安却是走到了楚风的近前。楚风兄弟，我们又见面了。还未到楚风身前，圣光金安便对楚风抱了抱拳。见此情形，人们才意识到，原来这个身份神秘的家伙与楚风相识，那也就是说，他出现在此处并不是巧合，而是特地来为楚风解围的。此时，人们不只是对圣光金安刮目相看，对楚风也更加刮目相看。先是与龙氏、群妖圣殿，于是天族、云空仙宗这4个庞然大物一同来到此处，并且看那个样子，他们关系还非常不错。否则，那4个势力的天才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筹码全都投给楚风？紧接着，就连念天道人也是公开表达了对他的看好。最主要的是，楚风还触发了从未有人触发的大阵，而现在居然连圣光一族的人他都认得，并且看那样子关系还很好，这让人们怎能不惊？许多人已经暗暗下定决心，绝对不能得罪这个楚风，否则不说他的个人实力，就说他身后的这些关系，也会让他们不得好死啊！金安兄，刚刚多谢了。楚风也是对圣光金安抱了抱拳，他知道圣光金安这个时候出面，完全是替他解围的。楚风兄弟，你太客气了，我阻止圣光与少爷，其实也是为他好。我们身为圣光一族的人，应当以身作则，怎可破坏族长大人定下的规矩？圣光金安笑着说道。听闻此话，楚风也是笑了笑。圣光金安这话说的也是非常有道理。楚风兄弟，这最强后辈争霸赛，我就等你表现了，可不要让我失望啊！圣光金安说道。金安兄，这点你还请放心，既然这是一场对决，那我必定全力以赴，否则不仅是对我自己不负责，也是对大家的不尊重。楚风说道。那就好，那就风暴斗龙台见了。圣光金安说道。风暴斗龙台，金安少爷，你是说最强后辈争霸赛是在那风暴斗龙台举办吗？龙氏族长等人纷纷问道。不仅是他们，就连在场之中许多有身份的人也是目露期待。其实他们目前为止只知道这最强后辈争霸赛是在这个世界举办，但具体何处他们还不知道。可是那风暴斗龙台他们却是知晓的。对，就是风暴斗龙台。其实今日这个消息就会公布，风暴斗龙台所在的位置也会随之公布。圣光金安说道。而见圣光金安确定此时，龙小小等小辈也是变得异常兴奋起来，随后又简短的聊了几句后便离开了。至于龙氏族长等人，则是赶忙对楚风询问起关于这圣光金安之事，他们都很好奇圣光金安是何身份。楚风倒也没有隐瞒，告知了他与圣光金安是如何相识的。只是楚风其实也只是知道圣光金安是圣光一族的少爷，至于关于他的其他事情，楚风也是并不知晓。对了，那风暴斗龙台是什么样的地方？楚风对龙小小等人问道。他从众人的反应中已经看出，那风暴斗龙台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地方。小恩公，这风暴斗龙台乃是风暴狂族的修炼之地。在楚风询问后，龙小小率先对楚风讲述起来。而听过龙小小的讲述，楚风也是大概知道了这风暴斗龙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来头。风暴世界曾经的掌管者乃是风暴狂族，而这风暴斗龙台便是风暴狂族遗留之地。了解风暴狂族的人都知道，风暴狂族对族人非常狠辣，只因天赋不符合要求就可以直接杀掉。因此风暴狂族对后辈的训练也同样非常的狠辣，乃是其他种族难以想象的，那是真正的地狱级别的训练。而这风暴斗龙台就是风暴狂族专门用来训练小辈的地方之一。正常来说，这样一个地方，龙小小他们这些小辈不该期待，而是应该恐惧才对。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兴奋，自然也是有所原因。一直有传闻，风暴斗龙台内藏有风暴狂族的秘密，甚至蕴藏着风暴狂族留下的武技。风暴狂族为何物？在其存在之时，哪怕如今的天河统治者圣光一族，也要避其锋芒。用这样的角度来看，风暴狂族可是要强于圣光一族的。这样的家族遗传下的武技，那必然非同小可。若是能够得到，必然是可以成为家族传承的宝物。这就是龙小小等人期待的原因。其实对于风暴斗龙台，也不必过于期待。相反，我觉得诸位小友还是要做好面对困难的决心。那毕竟是风暴狂族用来训练小辈的地方。在一众小辈兴奋之际，云空仙宗宗主却忽然提醒起来。而对于他的提醒，众人也都觉得非常有道理。自从圣光一族通知圣光天河后，风暴狂族的领地便被圣光一族占领。若真的有什么宝物遗留下来，那多半已经被圣光一族拿走了。当然，因为这风暴斗龙台只有小辈可以进入，若是圣光一族的小辈没有这个实力，或者悟性不足，那么无法破解其中秘密，也是情有可原。所以人们抱有一丝希望可以理解，但的确不该抱有太大的希望，否则很可能会换来一场空。
相比于风暴斗龙台内可能藏有的好处，的确更应该考虑那风暴斗龙台的危险。圣光金安所说的话乃是真的。很快，此次最强后辈争霸赛举办的场地位置就公布出来，那里正是风暴狂族的遗留之地——风暴斗龙台。为了能够获得好的成绩，各方势力的天才都在努力备战之中。来自隐士道府的天才尹不语当然也不例外。不过，相比于其他人，隐士道府却是在这风暴世界内为尹不语找到了一个极佳的修炼之地。虽然风暴世界如今来了许多的人马，可因风暴世界太过辽阔，所以仍有无人踏足之地。隐士道府本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安营扎寨，却不曾想无意间发现了一处空间，那空间内流动着奇异的力量，不是简单的天地能量，但却比天地能量还要强烈的多，简直就是修炼至宝。不过那空间只有小辈可以进入，原本隐士道府的所有天才小辈都进入其中修炼，可后来发现那里面的奇异力量是有限的，随着人们将其炼化修炼，那力量也不断减少。于是综合考虑之后，隐士道府的其他小辈都退出了那个空间，那里成为了尹不语专属修炼的地方。此时尹不语正在其中修炼，原本到了关键时刻，可此地的奇异力量却越来越淡薄。该死的，怎么这个时候力量用光了？明明就快突破了，难道要我眼睁睁的看着那个楚风名扬天下，盖过我的名声不成？尹不语恼羞成怒，竟怒骂起来。原本他心中的劲敌乃是御风宗的江长空，可当日在那念天赌阵前看到楚风引起的轰动之后，他便下定决心击败楚风。只要击败楚风，他就可以取而代之，将楚风所获得的所有名声全部揽到他的身上。而借助此处的奇异力量，他原本有机会突破的，可现在那奇异力量眼看就要彻底消失，他突破的希望也将落空，这才使得他气急败坏。你一直念叨的那个楚风很强吗？忽然一道声音在这片空间内响起：混账东西！这使得尹不语勃然大怒，因为他已经下令，除了他之外，其他小辈不可以踏入这个空间之中。这个时候居然有其他声音出现，那必然是有小辈违背了他的命令，偷偷进入此处修炼。这也就难怪此处的奇异力量会越来越淡。恼羞成怒的他就要破口大骂，可是他顺声观望之后却愣住了。那出现在这座空间内的乃是身穿黑色长袍，留着一头黑色长发的青年男子。这个青年男子长相很是普通，尹不语并不认识他。最主要的是，从他的穿着打扮，尹不语可以确定他并不是隐士道府的人。你是什么人？谁允许你进入这里的？尽管不认识对方，可尹不语仍然冷声质问，那语气就像是审问犯人一般。可是听到尹不语的话后，那名黑衣男子却是淡淡一笑：明明是你在盗取我用来修炼的力量，怎么好意思来质问我？那名黑衣男子说话间，手掌一翻，自其手中出现一个黑色的莲花，那黑色莲花绽放开来，竟有无形的气体从中释放而出。感受到那气体所散发的力量，尹不语顿时狂喜，因为那正是他这些日子用来修炼的奇异力量。当尹不语得知原来这座空间内那的奇异力量是来自于这黑衣青年手中的黑色莲花后，他也不废话，直接纵身而起，冲向黑衣青年，是要抢夺黑衣青年手中的黑色莲花。只是当尹不语靠近黑衣青年之后，却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只见黑衣青年动都没动，尹不语便被定在了半空之上，双手捂住脖子，痛苦地挣扎着。原来是一缕黑色气焰自黑衣青年身体流出，化作一只黑色的手掌，紧紧地锁住了尹不语的喉咙。你这家伙很没礼貌啊！黑衣青年看着尹不语，眼中却涌出冰冷的目光。黑衣青年目光转冷，有更为磅礴的黑色气焰自其体内释放而出。黑色气焰化作的手掌虽然放开了尹不语的脖颈，可那黑色气焰却化作了数十个带着利爪的黑色手掌，将尹不语团团包围。那个架势，若是尹不语敢有什么动作，就立刻将其撕成粉碎。别杀我！我可是隐士道府的少府主，我父亲他们也都在这里，他们现在就在这空间的外面。若是不信，你可以自己感应一下。你若杀了我，我父亲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尹不语也是慌了，没有了先前的盛气凌人，反而眼中尽是恐惧之色。隐士道府，我听都没听说过，别说这种无名之辈，就算圣光一族，我也不放在眼里。黑衣青年一脸的不屑，那种不屑可不像是虚张声势，而是真的无所畏惧，甚至不屑一顾。而见黑衣青年居然说出这种话，再加上黑衣青年那深不可测的实力，以及他那不可一世的神态，尹不语也是心中一紧，暗暗吞了一下口水。他已经意识到对方必然来投机大，这种情况下，他不敢再有一点的狂妄和自大。这位大人，你不要杀我，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尹不语卸下了自己所有的尊严，卑微至极，甚至如果现在黑衣青年叫他跪在地上，他都会毫不犹豫告诉我，你这几天一直念叨的那个楚风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当今小辈之中最强的人吗？黑衣青年问道。没错，那楚风就是当今天河内最强的小辈，只不过那楚风虽强，却非常狂妄，扬言当今天河内的小辈之中，除了他之外，皆是废物。正因这楚风如此狂妄，我才下定决心要将其击败，好挫一挫他的锐气。这尹不语也是一个卑鄙之人，当他意识到这个黑衣青年很可能也是冲着最强后辈争霸赛而来之后，便开始颠倒黑白的诬陷楚风，目的就是希望借助黑衣青年之手将楚风击败。他觉得若是黑衣青年去对付楚风，那楚风必败无疑。至今为止，他还从未在一个小辈身上感受到如这黑衣青年一般的恐怖压迫感。听你这么说，这个楚风倒是有点意思，我倒是迫不及待的想要会一会他了。黑衣青年说道。这位兄弟，那楚风虽狂妄，但依我看他绝对不如你，你若要出手，他绝对不是你的对手。尹不语说道。少拍我的马屁，你也不是什么好人。不过念在
你告诉了我一些有用的消息，面子上我就不追究你窃取我修炼资源的事情了。黑衣青年此话说完，便收回了黑色的气焰，身形一转，便消失不见。而当黑衣青年走后，这本奇异的空间也是恢复成了原来的样貌。此时，隐士道府的所有人，包括隐士道府的府主尹不语的父亲在内，都站在那空间之外。空间忽然消失，只看到尹不语瘫坐在地，并且脸上还挂满了冷汗。他们也是意识到情况不对劲，于是赶忙迎了过去。不语，你怎么了？尹不语的父亲一边搀扶起尹不语，一边问道。父亲，我们似乎低估了我们圣光天河。尹不语说道。不语，此话怎讲？尹不语的父亲问道。这次最强后辈争霸赛会非常的精彩，不仅仅有楚风一个新星，还有其他人。尹不语说道。不语，你是发现了什么吗？你说的人是谁？尹不语的父亲追问道。而后，尹不语倒也没有隐瞒，将刚刚的经过告诉了隐士道府的众人。居然有如此厉害的后辈，到底是何方神圣的弟子？听闻尹不语的一番话后，就连尹不语的父亲以及隐士道府的高手们也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不简单。刚刚那道空间，他们无可奈何，而那空间却是黑衣青年用来修炼的地方。只冲这一点，他们就意识到，那黑衣青年要么是身怀极为强横的宝物，要么就是身边有强大的高手保护。各方人马原本栖息在不同的地方，可眼下几乎所有人马都是聚集到了一片极为广阔的冰雪平原之上。万众期待的第一届最强后辈争霸赛终于到了开始的日子。来自各方的修武者密密麻麻，如同蚂蚁和蝗虫一般，遍布天地各处。但这人海却也有着无法靠近的地方，在那里有着一重结界，结界以圆形之状覆盖住了大地。其实结界不是很强，可是结界周围却插着圣光一族的旗帜，这便是人们不敢靠近它的原因。诸位，久等了。忽然一道声音自远方炸响，顺声观望后，如蝗虫一般遮蔽虚空的人影立马散开，留出一条极为宽阔的空中道路。只见那声音响起的方向，无数艘浮空战船整齐的破空而来。其中最大的一座浮空战船上面，不仅宫殿成群，更是有着江山川湖泊，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小型国度。而在那巨大的战船之上，不仅有着数面圣光一族的旗帜，随风而动，猎猎作响。一道身影更是立于战船的最前方，那是一名皮肤黝黑、留着一头银色长发和胡须的老者。这名老者身穿银色铠甲，头戴银色皇冠，虽已年迈，可却依旧气宇不凡。尤其那双眼睛，更是不怒自威，令人感到畏惧。那种气场，可以说这片浩瀚天地间，亿万人群没有一个人比他强大。那是与生俱来的王者之气，而他便是当今圣光天河的最强者，圣光一族族长圣光玄烨。拜见族长大人。看到圣光玄烨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赶忙施以大礼。面对这位，没有任何人敢有所怠慢，哪怕龙氏族长等人也必须俯首称臣，不必多礼。圣光玄烨说话间，大袖一挥，顿时无形的力量覆盖天地，不仅所有失礼之人被其搀扶而起，就连下方的结界也是随之消散。楚风无法估算圣光玄烨的修为，可他乃这片天地当之无愧的最强者，可以说他拥有着一念之间便主宰众人生死的力量。在当今这片天地，说其是神也不为过。但楚风感叹圣光玄烨强大的同时，却也是将目光投向了那冰雪平原的最中心。当那结界散去之后，浮现而出的不仅仅是冰雪平原，还有着一座散发着古老气息的建筑，那便是风暴狂族遗留之物——风暴斗龙台。冰雪平原之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比试台，此台由青色石头打造而成，面积极大，宛如小型陆地。台面之上尽是复杂的符咒纹路，犹如一座大阵覆盖于辽阔的台面之上。不过这比试台也有着一重结界，那结界使得人们无法直接踏入其中，想要进入其中，只能通过石门。位于比试台的四周共竖立着上百道石门，每道石门都有着相同的造型，高达100米，门体为长方形，门柱并无特殊之处，但在石门的上方却有一道流动着七彩光华的水晶立于上方。至于石门的中心，便是一道结界门，显然穿过结界门就是通往比试台的道路。但若要踏入其中，必然也不是轻松的事情。就在众人关注着那风暴斗龙台之际，一道轻咳忽然响起，乃是当今圣光天河最强者圣光玄烨。圣光玄烨先是用目光扫视了一圈众人，随后便讲述起来：诸位，想必你们对于这风暴斗龙台都是有所耳闻，但我相信你们对于它的了解还不够清楚。我只能说，这风暴斗龙台非常的危险，进入其中者可能无法活着出来，但这里面却也有着机遇。我可以确切的告诉大家，这风暴斗龙台内隐藏着一些关于风暴狂族的秘密，这些秘密其实就是风暴狂族的武技。这些武技的珍贵程度，可以说是对于当时风暴狂族来说也是非常稀有的。在当年那个时代，风暴狂族之中也只有天赋与实力并存的风暴狂族小辈才能得到这武技。而风暴狂族是一个多么强悍的家族，也无需我圣光一族多言。那种家族的武技有多珍贵，大家可以自己判断。风暴狂族的确过于残暴，可他们追求力量的决心却也是值得我被学习的。这便是我将圣光天河这第一届最强后辈争霸赛选在这里的原因。我希望我圣光天河的后辈在修武一途的道路上都能有一颗无惧艰险、勇往直前的决心。此次最强后辈争霸赛的规则很简单，踏入这风暴斗龙台，然后根据踏入风暴斗龙台的顺序进行比拼，最后的获胜者便是这最强后辈争霸赛的最强者。但我还是要再提醒诸位小友一次，这风暴斗龙台的凶险程度可能远超你们之前修炼的地方，所以若是惧怕死亡或者对自己实力没有信心者，就不要踏入其中了。但你若是一位勇者，那不妨踏入其中一试。在我看来，敢踏入这风暴龙都泰不仅仅是
你们这些同辈之间的比试，也是对于风暴狂族的挑战。要知道，这风暴斗龙台，就连当年风暴狂族的小辈们，也是有许多无法安然通过的。若是你们能够通过，那何尝不是一种荣誉？圣光玄烨此话说完，目光又开始打量起在场的小辈。只是他目光所过之处，许多人却都是低下了头，很多人胆怯了。原本就有些慌的他们，从圣光玄烨口中得知，这风暴斗龙台居然连风暴狂族的许多小辈都无法通过后，他们更是不敢踏入其中了。圣光玄烨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点，看到许多小辈低下头后，他的目光倒也没有一丝变化，只是一番打量之后，他的目光却最终落在了楚风以及龙小小、于烈等一众小辈的身上。准确来说，他的目光是落在了楚风的身上，但却也只看了一眼，他就将目光收回了。他没有再说话，是在给各方小辈们思考的时间。众位小辈也的确开始思考起来，甚至许多小辈都在和各自势力的长辈们商量着。此地的凶险已是非常明了，但那风暴狂族的武技也实在太具有诱惑力，这的确是一个颇为艰难的决定。就连于烈、于红、于影以及暴月等一众小辈也围绕着风暴斗龙台展开了讨论。只是在众人讨论之际，楚风却将目光投向了人群的一个角落。楚风是感受到了有一个人的目光一直凝视着自己，起初并未在意，可是后来觉得那目光似乎有些不同，于是便看了过去。顺着感受到的目光，楚风发现了一个穿着黑衣的青年。那青年面容极为普通，是那种站在人群之中不会被人注意的类型。可楚风看到他之后，却意识到这个黑衣青年有些不简单。首先，他的眼神以及面容都洋溢着极度的自信；其次，连楚风都看不穿他的修为，不知他到底是何境界。最令楚风意外的是，当他看到楚风看向他后，他竟大嘴一咧，露出了一个有些邪恶的笑容，随后抬起手来，先是指楚风，紧接着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挑衅。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挑衅，这个家伙是找死吗？忽然，龙小小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原来龙小小也注意到了这个黑衣青年。刚刚黑衣青年对楚风做的挑衅动作被他看在眼里，而龙小小这一开口，如于烈、殷黛粉等一众小辈也都是注意到了那黑衣青年。可是面对众位顶尖天才的目光，那黑衣青年却是丝毫不惧，反而嘴角那不屑的笑容变得更为浓郁。这个家伙是谁啊？发生什么了吗？殷黛粉等人还不明情况，于是纷纷对龙小小询问起来。不知道是谁，但他刚刚却敢挑衅我的小恩公。龙小小说道，他居然如此大胆，连我楚风兄弟都敢挑衅。楚风兄弟，你别与他一般见识，这种喽啰都不需要你出手。等一下，他若是敢踏入风暴龙斗台，看我不打得他爹妈都不认识他。暴月对楚风说道。紧接着，其他小辈也是表达出了相同的意愿。诸位，此人不简单，我劝你们一句，若是遇到他，最好不要与他交手。楚风说道。听闻此话，众位小辈都是一惊，他们本来只是把那黑衣青年当成了小角色，却没有想到楚风竟给予了他如此高的评价。楚风兄弟，你认识那个人吗？于烈等人不由问道。不认识，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有些不同寻常，我建议大家若是遇到他，还是远离他。楚风说道。可是他刚刚居然敢挑衅小恩公，我怎么能放过他？龙小小愤愤不平地说道。听话，把他交给我就好了。楚风对龙小小说道，且此时他看向龙小小的目光竟然有些宠溺。楚风注意到那个黑衣青年，是感受到那黑衣青年的不同。龙小小能够注意到，那必然是因为他的注意力一直在楚风身上，是怎样的关注才会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所以龙小小这样的举动让楚风有些动容。好，至于龙小小则是乖乖应下，不仅应下，那丫头还露出了甜甜的笑容，只是简单的听话2个字就让他心花怒放。诸位小友考虑的怎样了？就在此时，圣光玄烨的声音再度响起，回禀大人，我愿一试，我也愿意一试，为了我圣光天河的荣耀，我要挑战这风暴斗龙台。一时之间，如雷鸣般的声音自四面八方响起，许多小辈高声呐喊，以表达自己的决心。那些都是愿意踏入其中的小辈，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明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击败楚风等人，可却仍愿进入那风暴斗龙台一试。看到这么多小辈，在知道凶险程度后，仍愿意踏入其中，圣光玄烨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我宣布，第1届最强后辈争霸赛现在开始，没有资格限制，只要够胆者，就开始你们的征程吧。话到此处，嗓音变得高亢了许多，紧接着无数道身影自四面八方飞掠而出，纷纷掠入了那些石门之中。楚风以及龙小小等人也已随着众人一同穿过了石门的结界，前往了踏上风暴斗龙台的征程。当楚风等人进入石门后，便如石沉大海一般，全部消失在了石门的结界之中，并未有人出现在那比试台之上。但那比试台却并没有风平浪静，眼下那巨大的比试台便开始隆隆作响，剧烈的颤动，莫说大地震荡，就连天空都在抖动。而与此同时，比试台上面刻画的符咒不仅散发光芒，更是开始转动，那分明就是一座大阵。随着阵法开启，那比试台也是发生了变化，有一棵棵大树从阵法之中延伸而出，比试台上继续变化，竟有山脉拔地而起，飞流瀑布，汹涌江河。起初那比试台不过是由青石打造而成，一眼望去空荡荡，除了印在青石上的符咒之外，上面什么都没有。可现在那比试台上面，荒漠、绿洲、山川、江河，甚至连海洋都有这几片，并且在比试台之内还出现了片片浮云。那比试台内俨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只不过那世界内的一切与现实对比都是非常的渺小。比如比试台上的参天大树，在众人看来却只有蚂蚁大小。不过对此，在场之人倒也没有大惊小怪，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所以他们都很清楚，那比试台内是独立的世界。倘若楚风等小辈踏入其中，
也会变得非常渺小。简单的说，并不是那比试台内的世界真的小，只不过那是一个封锁的空间，不真的置身其中，无法感受它的辽阔。比试台内的变化很快，转眼间已是基本定型，唯有中间还在不断变换着，那是一片平原。此时浩瀚天地间，亿万道目光都凝聚在了那平原之上，他们想看看那平原究竟会有着怎样的变化。终于，那座平原开始动了，它拔地而起，速度极快，转眼竟穿过了云层，俨然形成了一个极其雄伟的山峰。而在平原下方，土壤变化竟然幻化成了2条巨龙，盘在了山峰之上。那世界内奇景无数，可若与这盘着2条巨龙的通天山峰相比，却是变得不值一提。那里应该才是真正的风暴斗龙台吧？人们看着那盘着2条巨龙的通天山峰，都意识到那里可能才是个方小辈们将要踏入的终点。换句话说，那里应该是楚风等小辈一决胜负的战场。怎么又开始变化了？但很快，人们注意到那比试台上面的云层越来越密集，没过多久，遮盖住了人们的视线。眼下，除了比试台最中间那盘踞着2条巨龙的通天山峰外，便什么都看不到了。世界内的一切都被那云雾遮挡住了。这什么情况？不让我们看吗？难道说当年风暴狂族的人在这风暴斗龙台开启之后，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只能等待最后的结果？对于那比试台上的变化，许多人都议论起来。他们其实很是郁闷，本来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映入了他们眼帘。他们觉得楚风等小辈迟早会出现在那世界内，到了那个时候，那世界内发生的一切都尽在他们眼底，他们将以神灵般的视角见证一切，想一想都是非常的爽快。可现在倒好，那比试台竟然被云雾遮挡起来，并且可能是由结界护住了比试台的原因，他们各种手段都是没用，根本无法穿透那云雾。比试台内若发生什么，他们也是难以知晓了。这种变化对他们而言自然扫兴。与此同时，楚风等人虽踏入了石门，可进入的却是一个漆黑一片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楚风等人动弹不得，就像是被丢到了一个荒芜的世界，然后被困在了这里。但楚风并未慌张，而是立刻寻求办法，想要脱离此地。很快，楚风便发现了猫腻。在这漆黑的空间内，其实有着一个物体，那是一个水晶。此时水晶虽也是黑色，但它的形状却与石门上的水晶一模一样。楚风知道这个水晶必然是脱离此地的关键，而一番研究之后，楚风发现这个水晶竟然是一个独立的空间，空间内还有着一道石门，打开石门必然就可以离开此地。但是想要进入这水晶内的独立空间，却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水晶外有着一重屏障，那重屏障就像是修武者突破之前阻拦在新境界之前的屏障一样，想要破开需要修武者的悟性，但与悟性有关的东西往往都难不住楚风。楚风闭上双眼，用心感悟，不过短短一瞬间，楚风就破开了那屏障。当那屏障被破开之后，楚风被束缚的身躯不仅恢复自由，在这漆黑的空间内还有耀眼的七色光华涌现，而那七色光华正是源自于那水晶。当水晶外的屏障被破解之后，原本漆黑的水晶便绽放起七色光华，那个模样与外面石门上的水晶一模一样。楚风身形一纵，便进入了水晶的空间之内。这个空间其实很小，狭小的空间内除了一道石门，什么都没有。只不过原本平平无奇的石门，此时也是涌现出了七色光华，并且在那石门上面还出现了一行字体，以器为笔，以门为纸，写上大名，方可入阵。见状，楚风也不犹豫，直接运用自己的气息，将自己的名字刻写在了石门之上。果然，楚风的名字刻写在石门后，那石门便立刻开启。石门开启后，映在楚风眼帘的乃是一片丛林。这片丛林的树木个个高达1000米，藤蔓密布，树枝和树叶更是遮蔽住了阳光。再加上丛林之中有阵阵低吼传来，一眼望去，幽暗恐怖。但楚风仍没有一丝犹豫，而是直接踏入了其中。当楚风踏入其中后，那石门便立刻关闭。楚风回头观望，发现石门化作一缕七色的气焰，融入了自己的手臂之上。至此，楚风已是没有了离开此处的退路。快看，那里又出现了一道亮光，是楚风，那是楚风。当楚风踏入丛林的一刻，风暴斗龙台外的人海顿时沸腾起来。比试台之中依旧被云雾所覆盖，可云雾之中却出现了一道七色光点。那光点很小，在那辽阔的世界之中，小到宛如一粒尘埃，但仍被诸多修武者所捕捉到。他们不仅发现了这道宛如尘埃一般渺小的光点，甚至还能看到光点上的字迹。那光点之上正写着楚风2字。当那光点出现之后，先是原地停留了片刻，但很快便移动起来。那移动的极快，且移动的方向正是比试台的中心方向，这让人们知道那光点必然就是楚风。楚风已是踏入了比试台的世界之内，好厉害！这楚风还真是名不虚传啊！难怪念天道人会如此看好于他，难怪念天赌阵会因他而引起异象。此子果然不同凡响啊！一时之间，对楚风的夸赞不绝于耳。毕竟楚风是第一个踏入那比试台的人，尤其眼下那比试台内只有他一个人，他的优秀已是一览无余。楚风小友真是在任何同辈的交锋之中都能如此亮眼呢。此时，不仅外人夸赞，就连龙氏族长以及群妖圣殿殿主等人也是赞不绝口。他们不是第一次看到楚风的表现，虽然早有预料，可仍难掩心中的激动与赞叹。只是相比于龙氏族长等人，无名斗天以及龙道之这些族武星域的人，内心更为感慨。尤其是无名斗天这位曾经一度成为楚汉仙以及楚轩辕成长阻碍的人，此时却只能以小人物的姿态来欣赏楚风的表演。而看到这圣光天河内的诸多大人物对楚风都是如此看好，他也是觉得他当初对楚氏天族楚汉仙以及楚轩辕的阻拦实在太过愚蠢。真正的强者根本就不是他这种小人物能够阻拦得住的。楚轩辕，
你若是见到你的儿子，此时的风采必然也会以他为荣吧？无名斗天在心中感叹起来。他其实很清楚楚轩辕的强大，他一早就知道楚轩辕顺利成长必然会名震天河。可因为一些缘故，楚轩辕的战场被限制在了祖武星域内，他的名字未能响彻到整个天河之中。而现在，楚轩辕的儿子做到了他未能做到的事。在无名斗天看来，楚风也算是弥补了楚汉仙和楚轩辕的遗憾。快看，又有人出现了，这个人是谁啊？这是什么名字？是胡乱写的吗？怎么会有人叫做物费氏皆等耳？人们看着比试台的云雾之中出现的第二道微弱光点，再度议论起来。对于这个名字，众人皆是不熟。物费氏皆等耳，这到底是谁啊？经过一番确认，众人得出一个结论，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可人们却也意识到，此人必然非同凡响。眼下就只有他与楚风两个人进入了那个世界之中。若是抛开运气的成分不谈，便足以证明这位的厉害。不对，你们仔细看，那个奇怪名字的家伙，光芒与楚风不同。很快，有人指着物费氏皆等耳的光点大喊起来。紧接着，人们也是注意到，那物费氏皆等耳的光点的确和楚风的不同。楚风的光点乃是流转着7种颜色，而那物费氏皆等耳的光点流转着的乃是6种颜色的光点。这难道是说明着什么吗？人们有了一种猜测，但却无法确定。没过多久，又有2道光点同时出现，那分别是龙氏公主龙小小以及曾经名震圣光天河的后辈天才于烈。龙小小以及于烈身上所散发的光点与那物费氏皆等耳一样，都是流转着6种颜色。没过多久，殷黛粉、傅飞跃、于红、于莹等一种天才小辈的光点都是纷纷出现。而除了龙小小以及于烈外，殷黛粉、傅飞跃、于红、于颖身上的光点则是流转着5种颜色。至于其他人就更差了，4种颜色的都很少见，大多数都是3种颜色，甚至还有2种颜色，甚至1种颜色的。人们明白，进入其中的一些后辈们根本就不是天才，那很可能是各方势力派进去浑水摸鱼的。他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夺得名次，而是看看能不能走狗屎运，从中找到风暴狂族遗留的武技。随着时间流逝，进入那世界之中的人数几乎已经定格，最终人数定格在了9万这个数字。不过先前踏入石门的人数却足足有着几千万之多，由此可以判断，至少已经有几千万的人被淘汰。而令人感到有些心慌的是，那些被淘汰之人并没有再从石门内出来，踏入石门后未能进入世界，也未能从石门出来，如今可谓是生死难测。虽然有些担心那些后辈的安危，可人们更多的关注点还是凝聚在了那些成功进入世界的人们身上。可哪怕在那足足9万道光点之中，却只有楚风一人流转着7色光华，这更是凸显了楚风的特别之处。这必然说明着某种差距，是代表着天赋差距，还是什么？若真是代表着天赋差距，那龙氏的那位公主殿下还真是不同凡响。看来念天大师的排行还是相当靠谱的。可那若真是预示着天赋，那个奇怪名字的家伙岂不是天赋也很逆天？可对于此人，我们似乎都不了解啊。是有天才胡乱写了名字，可是当今圣光天河内有名气的天才后辈几乎都已经出现在当中了呀。到底是谁呢？浩瀚人海，议论纷纷，感叹之余，人们最好奇的还是那个叫做物费氏基尔等的人，怎么回事？怎么都停下了？而就在这时，有人注意到，原本快速移动的天才们，此时全部都停了下来，包括楚风在内，所有天才都不动了。就在众人不解之际，那盘踞在通天山峰上的其中一条巨龙居然动了。那巨龙不仅离开了通天山峰，身躯摆动之际，大片尘土倾洒而下，顿时火光冲天。那是一条火龙，火龙栩栩如生，并且当它脱离山峰之后，身躯竟也增大了数倍不止。它先是围绕着通天山峰转动了一圈，随后便发出一声怒火。当它怒吼之际，火焰形成的涟漪也是自其口中喷射而出。那涟漪以圆形肆虐，很快便覆盖了整个世界。快看，有几个光点不见了，是有人死了吗？还是发生了什么？人们大惊。当那火焰涟漪覆盖世界之后，的确有几个光点消失不见，这让人们意识到那涟漪很可能是危险的象征，但人们不能确定，他们只能紧紧地盯着那个世界，想要看出一些端倪。可火龙没有了动静，虽然盘踞于虚空之上，但它没有再发出怒吼，也没有释放出火焰涟漪，就那样立于虚空之上，像是在观察着什么。而楚风等天才也同样站在原地，没有任何动静。怎么还不动？到底是怎么回事？许多人都变得紧张起来，就连龙氏族长等人也不例外，毕竟如今身在那世界之中的可是有他们的后人啊。忽然之间，那火龙又发出了一声怒吼，伴随着这声怒吼，又有一重涟漪自其口中喷射而出，很快便再度覆盖了整个世界。而人们用肉眼也是能够看到，这第2重涟漪的力量必然更强。果不其然，当第2重涟漪过后，又有足足数十道光芒消失不见。一炷香的时间，是一炷香的时间。如果我没有猜错，再过一炷香的时间，那火龙又会释放出火焰涟漪，这是对那些小辈们的考验。若是承受不了那火焰涟漪，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人群之中有人给出了这样的猜测，而这个猜测也是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很快，一炷香的时间到了，一炷香的时间刚到，那火龙便再度释放出了火焰涟漪。这第3道火焰涟漪比第2次还要凶猛，涟漪过后，光点消失了足足几百道之多。直至此时，人们几乎已经确定之前的猜测是对的。一炷香之后，火龙必然会再度释放出火焰涟漪，而那个时候的涟漪必然更强，那个时候必然还有小辈将要消失，并且按照之前消失的数量进行推测，下一次消失的可就不是几百人了，很可能是几万人。但若只有第4次不可怕，若是还有第5次、第6次呢？如今成功进入世界的天才总共才只有几万人而已，这样下去，那些天才不是很快就要死光了？玄烨大人，那些消失的后辈
到底是死了还是怎么样了。此时龙氏族长忍不住向圣光玄烨询问起来。我说过，这风暴斗龙台非常的残酷，那是勇者与天才的比斗台，没有自知之明或是想浑水摸鱼之人踏入其中，那便是自取灭亡。圣光玄烨并未直接回答，可是他的这句话却已经给出了回答。消失之人已然死去。尽管之前已有猜测，可是得到圣光玄烨这样确切的回答之后，人们仍是心头一紧，太可怕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根本就不是比试台，那分明就是炼狱。许多人都后悔了，后悔让自己的后辈踏入其中，就连龙氏族长以及群妖圣殿殿主等人也都同样眉头紧皱，他们也是慌了。他们害怕龙小小等人无法承受这样的考验。众小辈刚刚踏入风暴斗龙台，便遭遇了强大的火龙的攻击，并且从圣光玄烨口中，人们还得知那些消失的小辈很可能已经死了。尽管早就知道这风暴斗龙台非常凶险，可当真的见识到了它的凶险，人们仍是感到背脊发寒。要知道，刚刚踏入石门的各方势力天才，可是足足有着几千万之多，但最终成功出现在比试台世界中的小辈只有9万多个。也就是说，这比试还未正式开始，却已有几千万小辈陨落。而现在剩下的那些顶尖天才们，也很可能是难逃一死。风暴狂族真是太丧心病狂了，他们的后辈真的要用这种地方进行历练和比试吗？这哪里是培养后辈，分明就是扼杀后辈。众人感叹连连，甚至有人低声咒骂，如龙氏族长等人更是紧张的直冒冷汗。毕竟现在位于那世界之中的，可都是他们这些势力的未来啊！眼下世界之内，楚风等人都被困住了，而困住他们的乃是这层无形的结界。这结界极为强横，楚风等人被限制于这结界之内，这就是他们无法继续移动的原因。被困于结界之内，楚风只能等待那火焰涟漪的袭来。眼下楚风没有施展任何手段，而是双目紧闭，盘坐在地，如同修炼一般。忽然，那封锁住楚风的无形结界涌现出了金色的光芒。没过多久，伴随着遮天蔽日的怒吼声，那恐怖的火焰涟漪便横扫开来。只是任凭那火焰涟漪在凶猛，可自楚风身边掠过，却无法伤及楚风分毫。是那金色的光芒帮楚风挡下了火焰涟漪的攻势。火焰涟漪掠过，那金色光芒也是随之消失。可那束缚住楚风的无形结界却仍旧在那里。楚风睁开眼眸，望向远处的天际，从他的视线望去，一条巨大的火龙盘旋于9天之上，其体积之大，宛如一方世界。楚风若在其面前，可能连一粒尘埃都谈不上。身在这个世界之中，楚风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火龙的可怕，那火龙的力量是真正的毁天灭地级别的。看样子还真的会一直延续下去。这样下去，龙小小他们迟早会支撑不住吧。楚风看着那盘旋于9天之上，宛如神灵一般的火龙，眼中也是有着些许担忧。楚风已经猜测到，不仅他被困在了此处，如龙小小等人必然也都被这无形结界困住。他们被困在原地，每隔1炷香的时间，那火龙就会释放火焰涟漪。火焰涟漪威力恐怖，但却不会伤及此处的一草一木，只会伤及他们。按理来说，那火焰涟漪的力量只要成功击中他们，他们就必死无疑。但却有一个方法能够让他们躲过一劫，这方法就在这无形结界之中。当他们被无形结界困住的一刻，这结界之内便出现了一道谜题。想要破开此题，需要运用自己领悟力以及修武一途的知识。只要能够在1炷香的时间成功破解那谜题，这无形结界就会幻化成金色结界。那金色结界可以挡住火焰涟漪。相反，若是无法在规定时间内破开那谜题，便只能等待着火焰涟漪将其摧毁。这就是为何每次火焰涟漪过后有人死亡，但仍有人安然无恙的原因。不过，就算成功破解谜题，得到了金色结界的守护，可每当火焰涟漪过后，金色结界就会消失，这无形结界内将会出现新的谜题，唯有继续破解成功，才能继续抵挡火焰涟漪。可是谜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尽管目前来说，那谜题对于楚风而言虽是不足为惧，可是楚风担心继续下去，龙小小等人会无法破开谜题。到了那个时候，龙小小等人可就危险了。而楚风之所以能够确定那火焰涟漪会一直持续下去，乃是因为楚风破题的同时，还在这无形结界中发现了隐藏的线索。那线索让楚风得知，若没有人阻止火龙，火龙就会每隔1炷香的时间释放一次火焰涟漪，无限循环，直至此处的所有小辈全部死去才会停止。这样下去，莫说龙小小他们会死，就连楚风也会死。而阻止火龙的方法，楚风已经发现了，那就是破解此处的隐藏谜题。只要破解隐藏谜题，就有可以阻止火龙，让所有人都得救。可是那隐藏谜题破解难度极高，就连楚风也没有把握，并且还有时间限制。从破解谜题开始计时，必须在1炷香的时间内破解成功。若是1炷香的时间未能成功，不用等待火焰涟漪出现，这无形结界就会让楚风粉身碎骨。这就是楚风没有直接选择破解那隐藏谜题的原因。可现在楚风已经确定，这火龙的确会一直持续的对他们发动攻势，若不阻止火龙，他们迟早都要死。这个时候，楚风便没有选择的余地了。风暴狂族，你们还真是名不虚传，这实够狠的，这可是你们逼我的。若真是你们的传承武技被我得到，可就怪不得我了。楚风之所以这样说，你是根据楚风的经验，若能成功阻止火龙，必然得到奖赏，而那奖赏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风暴狂族的传承武技。此话说完，便再度闭上眼睛，开始继续破题。只不过这一次，楚风所挑战的不是抵挡火焰涟漪的谜题，而是能够阻止火龙的隐藏谜题。然而，楚风刚刚开始破解谜题，他周身的无形结界便有了变化。那无形的结界竟然化作了漆黑之色，漆黑的结界不断蠕动，极其诡异，那种感觉就好像楚风被他吞噬掉了一般。
与此同时，龙氏族长等人紧张的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火龙刚刚所释放的火焰涟漪，乃是第4道。这第4道火焰涟漪过后，足足有着8000多道光点消失，这也就等于有着8000多个小辈已经死在了那世界之中。按照之前的结果进行推算，这即将来临的第5道火焰涟漪，搞不好会有几万个小辈死去。就算让那世界内的所有小辈覆灭，也并非没有可能。就算楚风、龙小小等人能够抗得住第5道火焰涟漪，那么第6道呢？真的还能抗得住吗？楚风小友，他怎么也消失了？突然之间，有人发出惊呼，紧接着浩瀚人海都炸开了锅，因为从他们的视角来看，那写着楚风名字的7色光芒体的确从那世界之中消失了。难道说楚风死了不成？可是明明刚刚还在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眼下楚灵犀、殷庄红、龙道之、龙氏族长等人一众与楚风熟悉的人都是乱了阵脚。玄烨大人，这是为何啊？为何那火焰涟漪肆虐的时候，楚风小友还安然无恙，怎么在这个时间却又消失了？不解之际，群妖圣殿殿主向圣光玄烨询问起来。对于这风暴斗龙台的具体结构，我也并不了解，但我说过，那风暴斗龙台极其凶险，既有勇气踏入其中，就要做好死亡的准备。圣光玄烨说道。而他此话一出，如楚灵犀、古明渊、殷庄红、龙道之等人顿时万念俱灰。楚风尝试破题之后，便感觉一股力量将其束缚，紧接着他便被吸入了一个浩瀚的空间之中。这个空间极大，大到无法用世界来形容，简直就是浩瀚星空。可这里面却看不到星辰，甚至除了楚风脚下的山峰之外，便什么都看不到。一眼望去，漆黑一片。如此浩瀚的空间之内，却一丝光亮都没有，显得恐怖而诡异。难道说那隐藏题目根本就不需要破解，只要有勇气尝试破解此题，就可以直接进入此地？楚风早就发现，只要能成功破解那道隐藏谜题，就可以进入一个奇特的地方。但楚风却没有想到，只是刚刚尝试破解，自己能够进入此处，根本无需破解成功。换一句话说，那道隐藏题目根本就不存在，只要在发现它之后，又有勇气进行破解，就可以进入此处。突然之间，一股寒气自山峰下方袭来，那寒气极为凶猛，哪怕楚风这样的修为，也是感到寒冷刺骨。只是一瞬间，楚风的皮肤以及衣衫之上都凝结出了一层冰霜。继续下去，楚风很快就会被活活冻死。不过好在，那寒气并未继续袭击楚风，似乎到此为止了。而紧接着，原本同样漆黑的山峰下方出现了白色的光华，伴随那光华来，天地也是剧烈颤动起来。很快，一只庞然大物自山峰下方飞掠而出，伏在了楚风的身前。那是一条冰龙，此龙极大，楚风在其面前连一粒尘埃都谈不上，渺小。在此龙面前，楚风感觉自己异常的渺小，因为这条冰龙与外面那条火龙一样，都蕴藏着极为恐怖的力量，宛如神灵一般，可以主宰一切。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后，居然还有后辈能够发现此处。冰龙看着楚风，竟然开口说话，他的声音浑厚无比，宛如亿万雷霆在整个世界同时炸响。但相比于他的声音，楚风更加注意的是他的双眼，那2只巨大的眼眸深邃无比，并且蕴含智慧，这让楚风意识到，眼前这巨大无比、散发着恐怖寒气的冰龙，好像不是阵法凝聚而成，而更像是具有自己的生命。而这条冰龙与外面那条火龙一样，同样散发着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倘若它并非阵法所化，而是真的拥有自己的生命，那也未免太可怕了。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外面那条火龙，还是此处的冰龙，只要离开此处，那都不是外面的修武者能够阻挡的。哪怕是圣光天河当今最强者圣光玄烨，也多半无法阻挡这2条巨龙。前辈、晚辈进入此处，不想冒犯于您，我只想知道要如何才能够阻止那条火龙。楚风对这条冰龙问道。不用担心，你既然发现了隐藏谜题，又有胆量挑战，你就已经是安全的了。那冰龙对楚风说道。前辈，我想阻止那火龙。楚风说道。你是想救外面那些人？冰龙问道。是的，前辈，晚辈想救他们。楚风说道。你真是愚蠢，只要能够成为这场比试最终的获胜者，你将可以得到风暴狂族的传承武技，而你现在只需要等待。若是接下来没有第2个人可以进入此处，那便说明只有你一个人躲过一劫。当那些人全部死去，你就可以成为此处唯一的获胜者。冰龙说道。前辈，我还是想要阻止火龙。楚风说道。他们与你似乎并非同族，你为何非要救他们？你来到此处，不就是为了夺得比试的第一？不就是为利奥得到风暴狂族的传承武技吗？冰龙以不太理解的语气对楚风询问道。外面有我的朋友，我不能见死不救。楚风说道。原来是这样，看来你倒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既然如此，我倒是可以告诉你阻止火龙的方法，但是我要提醒你，若是选择阻止火龙，那你就要以身犯险了。冰龙此话说完，便张开了血盆大口，在那布满尖锐獠牙的血盆大口之中，竟然有着一个巨大的结界门。虽然此时冰龙的嘴巴是张开的状态，可是自其口中却仍然能够发出声音。只要你有勇气踏入本尊口中之门，便可以阻止火龙，但你能否活着出来，可就要看你的本事了。本尊再提醒你一次，你站在此处安心等待，只要那些人全部被火龙抹杀，你就可以成为此处胜者，得到风暴狂族的传承武技，根本无需冒险。但你若非要去讲求什么情谊，拼命你要救外面的人，那你就只能以身犯险。冰龙对楚风说道。多谢前辈提点，晚辈在此谢过。楚风对着冰龙抱拳施礼，随后便身形一纵，直接掠入冰龙口中之门。当楚风掠入之后，那冰冷竟然立刻闭上了嘴巴，只不过在其眼中却涌现出一抹别样的目光。想不到当今后辈中竟有如此勇敢之辈，这可比风暴狂族那些自私的家伙有趣多了。冰龙的声音继续响起。
他的声音本就浑厚，在这空旷的空间内更是异常恐怖。可此时的声音与先前的声音相比，却又有了一些特别之处。若非要说的话，他此时的声音之中似乎交杂着淡淡的笑声。当楚风进入那冰龙所在空间的同时，时间仍在流逝，转眼间又是一炷香的时间过去。那条凌驾于世界顶端的巨大火龙又张开了血盆大口。见此一幕，龙氏族长、群妖圣殿殿主等人袖中双拳都是握得滋滋作响。如他们这样的大人物，却紧张的连身躯都在颤抖。他们都知道，接下来这道火焰涟漪将异常凶猛，很有可能会让那些在风暴斗龙台中的小辈们死亡大半。而他们担心的就是他们族中的后辈也无法躲过此劫。可是就在火龙即将释放火焰涟漪之际，那通天山峰竟传来阵阵轰鸣。听见那轰鸣，火龙竟没有释放火焰涟漪，而是将目光投了过去。紧接着，山峰剧烈颤动，盘在山峰之上的另一条巨龙竟也如火龙一般苏醒开来。那条巨龙如先前的火龙一样，先是将尘土震碎，然后身躯变化，变得异常庞大，与火龙的不相上下。不过这条巨龙身上所散发的却不是滔天的火焰，竟然是寒冷的冰霜。这是一条冰龙，而这条冰龙与楚风先前在那空间内所见到的冰龙可谓一模一样。冰龙出现之后，二话不说便向火龙发动了攻势，而火龙也不敢示弱，两条遮天蔽日的巨龙便斗在了一处，二者就像是宿敌一般，一场恐怖的对决在那方世界上演。不过他们刚刚交手，便引起了奇异的变化。在风暴斗龙台那个世界的最上方，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将火龙与冰龙全部吸入了其中。当火龙与冰龙进入黑色漩涡之后，那黑色漩涡也是立刻消散，而那方天地也是恢复了平静。为何会突然这样？见到刚刚的一幕，人们有些不解。他们本来以为那火龙与冰龙乃是一伙的，可现在来看，那冰龙却更像是来救众人的。但冰龙好端端的，为何要救众位小辈？还是说只是巧合？快看，动了！那些小辈又动了。人们还来不及多想，便有阵阵欢呼响起。如龙氏族长等人更是长舒了一口气。当看到那些原地不动的光点再次移动起来，他们明白那覆盖了整个风暴斗龙台的浩劫似乎到此为止了。楚风进入那冰龙口中之门后，便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之中。这个空间很大，什么都没有，也是一个漆黑的地方。也正因为什么都没有，才能够看到在空间的另一端有着一道结界门。楚风觉得只要能够穿过那道结界门，应该就可以离开此地。可这就是那冰龙所说的考验吗？楚风总觉得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无论楚风怎样打量，都是无法发现任何异常。无可奈何之下，楚风也只能立刻行动。只是当楚风刚刚踏出一步，便感觉一股奇异的力量在这空间涌现。与此同时，一道浑厚的声音在这空间之内炸响。六品至尊。这个声音并不是冰龙的声音，但楚风却来不及多想，因为这个空间已经是彻底发生变化。一道道白色的气焰在那浩瀚空间涌现，那白色气焰出现的同时，已是开始变化，竟然化作恐怖的狂风，覆盖了整片空间。不仅风力凶猛，冲着楚风不断袭击而来，在那狂风之中，更是充斥着瓢泼大雨。那硕大的雨点落在楚风身上，就宛如被铁块击中了一样，就连楚风也是感到有些疼痛。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最可怕的是一道道巨大的龙卷风拔地而起，贯穿天地。如同这样的龙卷风，一眼望去数不胜数。龙卷风的威力非常恐怖，以楚风的修为，若是落入其中，只在一瞬间就会被撕成粉碎。偏偏那贯穿天地的恐怖龙卷风还在不停的移动，有点时候那龙卷风更会交织在一起，如同墙壁一般，将那空间彻底封锁。我就知道想要通过此处没那么简单。看着眼前的空间变化，楚风也是倍感无奈。现在那冰龙说的真的实现了，这里当真是极其凶险。这种情况下，楚风开始向体内的神鹿求助。那神鹿的力量可以用通天形容，此处虽然恐怖，但若神鹿愿意帮忙，楚风便可顺利通过。可是神鹿却没有任何反应，无奈之下，楚风只能依靠自己。楚风并没有贸然动身，而是先运用结界之术进行试探，这才发现那龙卷风的风力特别强，根本不用靠近它的本体，只要距离其本体1000米之内，就会立刻被卷入其中。可空间内的龙卷风实在太多，龙卷风之间相隔的距离根本就不足1000米，可以说那些龙卷风的攻击范围已经覆盖了整片空间，楚风根本无法通过。一定还有办法，但楚风并未心灰意冷，反而是运用天眼继续观察。毕竟楚风向来不会被苦难所击倒，否则他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而好在这一次天眼没有让楚风失望，天眼之下他果然发现异常。楚风又布置结界阵法进行测试，最终楚风确定那些龙卷风原来会变化。正常情况下，龙卷风以本体为中心的方圆1000米之内都是它的攻击范围，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大部分空间都被龙卷风的攻击范围所覆盖，想要穿过去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天眼之下，楚风发现有的时候那龙卷风的攻击范围会缩小到500米的范围，这个范围就会有缝隙出现，楚风是可以通过的。不过龙卷风的变化是不固定的，似乎有着一个特定的轨迹，楚风不知道那轨迹有何用意，但楚风必须提前参透出那个轨迹，否则无法顺利通过。于是接下来楚风的目光便一直盯着那空间的变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过了足足10几个时辰后，楚风才终于参透出那龙卷风变化的轨迹，而那轨迹也就是楚风逃生的路线。楚风并未贸然行动，而是施展结界之术，凝聚出一道分身，想要看看分身能否顺利通过。而最终那分身非常顺利的便通过了龙卷风群。眼见方法可行，楚风也不犹豫，立刻动身。该死，怎么会这样？然而
当楚风刚刚穿过2道龙卷风之后，便发现风向发生了变化，龙卷风的吸力变得更强，那风力的变化使得楚风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他只能继续向前。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龙卷风隆隆作响，靠近之后会有一股声音进入楚风耳中，那声音无法隔绝，楚风无论是用武力还是结界之术，或者一些特殊的宝物都无法阻挡。那声音十分嘈杂，进入楚风耳中，不仅让楚风心烦意乱，更是让楚风的意识变得有些模糊。那不是寻常的声音，这是攻击人的声音，这也就是楚风意志坚定。如果换作常人，只是刚刚听到那声音，很可能就已经精神崩溃，从而发疯。这种情况下，楚风稍有不慎就会被卷入龙卷风之中，并且那声音实在恐怖，哪怕以楚风的意志力也无法长时间抵抗。楚风加快速度，但也没有用处，因为必须按照特定的轨迹行走的缘故，就算楚风以最快速度想要穿过龙卷风的蜂群，也是需要一定时间。这样下去，楚风迟早会支撑不住，若是真的丧失了意识，必然会被卷入其中，命丧当场。有点意思，你们这些该死的声音，居然想摧毁我，没那么容易。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是你们先摧毁我，还是我先摧毁你们。危急时刻，楚风的眼中却闪过一抹狠色，紧接着楚风竟然站在原地，不再继续前行。不仅如此，他还盘膝而下，双手叠加，捏出一道特殊的法诀，那是凝聚注意力用来修炼的法诀。原来楚风是在尝试破解那声音，只要破解那声音就不会对其造成困扰。但这何其容易，那声音本就恐怖，会对人的意识和心智进行干扰，若想要破解它，就更需要直面的对抗它，而他对意识和心智的攻击也会越加凶猛。这种情况下，哪怕是楚风也是开始眉头紧皱，脸上一层又一层冷汗不断溢出，就连身躯都在颤抖，他正在进行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楚风不仅咬紧牙关，为了保持冷静，甚至开始咬自己的舌头，用武力对自己灵魂进行攻击，是想用疼痛让自己变得冷静。不过好在这种危险的情况并未持续太久，楚风紧皱的眉头便开始舒展，并且很快楚风站起身来，他擦拭了一下脸上的冷汗，随后竟然露出了一抹笑容。楚风已是成功破解了那声音，此时那声音再度映入楚风耳帘，不仅不会对楚风造成干扰，反而会带给楚风一种特别的信息，只是现在楚风还无法确定这信息到底代表着什么。但当楚风再度看向此时的龙卷风群，回想一下那离开此处的路线，他双眼顿时变得明亮。原来如此，楚风恍然大悟，他明白了一切。那声音中的信息结合这龙卷风群内独特的路线轨迹，便形成了一种武技的修炼方法。就在楚风刚想记住这方法之际，这空间内的风暴竟然开始消散，化作一缕缕蕴藏着符咒的气焰，向楚风的脑袋飞掠而去。转眼间，这空间内的一切都进入了楚风的脑海之中，而此时一个完整的武技已是与楚风相融。楚风不知道要如何修炼，因为无需修炼，楚风已是能够施展。此武技乃是6段尊境，名为尊境风龙吟。尊境风龙吟6段尊境，乃本族先族风暴战天与风龙交战时，根据风龙公式所悟，乃我族6段尊境中最强武技。这便是关于此武技的介绍。虽然只有短短的2行信息，但却已是说明这武技的不简单。与风龙交战所悟得的武技，风暴狂族的先祖果然不简单啊！这武技已被楚风掌握，他能够感受到这武技的厉害。虽然得到了如此厉害的武技，但楚风却也不敢大意，而是赶忙来到这空间的另一端。只是当楚风站在那结界门前后，却又停了下来，回身看向身后那空荡荡的空间，却若有所思起来。真的到此结束了吗？我刚踏入此处的那个声音又是什么意思？楚风有些感慨，先前还那么可怕的空间，此时竟然变得如此安静，一切似乎真的结束了。可楚风心中还有一些谜团尚未解开，就比如他踏入此处最先出现的声音，还有就是此处为何出现的是6段尊境武技，这就好像是专门为楚风量身定制的一般。我明白了。忽然之间，楚风恍然大悟，他想通了一切，难怪刚刚进入此地会有一股力量涌入我的体内，然后又出现那个声音，准确道出了我的修为。原来此处是根据修武者的修为而提供武技，武技的等级不同，此处的难度也就不同。不过我的修为乃是6品至尊，我破阵的难度应该是在5段尊境才对，可偏偏我破阵的难度乃是6段尊境的难度。看来风暴狂族是故意这样设计的，此处的难度是要高于修武者自身实力的，也唯有这样才会对修武者造成困扰。想到这里，楚风则是有些遗憾，如果这里的规则真的如自己猜测这般，那就说明此处藏匿的武技绝对不止一本。倘若自己来到此处时不是至尊境界，而是5尊境界，那岂不是能够得到更加厉害的武技？算了，知足常乐，人有时候还所以要知足的。楚风知道遗憾也没用，与其在这里纠结，还不如寻求机会，在修为强横时再来此处闯上一次。于是楚风便踏入了那道结界门，准备离开此地。可当楚风穿过结界门那一刻，他便发现他失算了，想要离开此地并没那么容易。在楚风为离开冰龙口中的空间而拼命的时候，外面的比试却始终在进行着。此时风暴斗龙台的世界中，那层云雾已然消散，整个世界再度浮现于众人眼底。在那通天山峰下方，大量小辈聚集于此，他们大多数都已负伤，甚至有伤重者已经死去，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一般。而在通天山峰的顶端，还有着3道身影，那分别是于烈、龙小小。至于最后一位，便是之前向楚风挑衅的黑衣青年。自从楚风踏入冰龙口中之门后，火龙与冰龙缠斗，离开此地，此处的小辈便没有再遭受过其他劫难。所有小辈都顺利的来到了这通天山峰之上。登上通天山峰之后，那些小辈便进行切磋，
所有失败者都会被阵法的力量强行从山峰顶端传送到山峰之下。而就在刚刚，于烈和龙小小也是经历了一场交锋。龙姑娘，是我技不如人。于烈笑着对龙小小抱了抱拳，紧接着他的周身便浮现一重结界，那结界将其彻底包裹之后，他便从通天山峰的顶端传送到了下方，与众小辈汇集到了一起。而伴随着于烈也离开山峰顶端，这方天地也是响起阵阵惊叹。虽然早就知道龙小小不简单，可人们还是没有想到，如于烈这种级别的天才也会败在龙小小手中。如果龙小小能够顺利击败那黑衣青年，他便是此次最强后辈争霸赛的最强者。只是人们却也觉得事情没那么容易，因为那黑衣青年本是第一个登上这通天山峰的，并且人们已经知道这黑衣青年就是那个叫做雾费氏阶等尔的奇怪家伙。起初人们还在猜测会不会是有什么天才，他们没有想起来。但是当看到这黑衣青年的模样后，人们也是再度确定他们当真是不认识此人，一个两个不认识也就罢了，在场这么多人都不认识，那便有些蹊跷了。眼下人们也只能暂时猜测此人是某个隐士高人的弟子，他之前一直闭关修炼，没有出世，所以人们才不认得。但不管他是谁的弟子，此子今日也将如龙小小一般名震天河，哪怕他败了，他的名字也将响彻，毕竟他是第一个登上这通天山峰的人。可人们却希望龙小小能够击败这黑衣青年，不因别的，只因这个黑衣青年太自负了，他是第一个登上通天山峰的人，所以除非后面的人全部对决完毕，否则没有人可以挑战他。可哪怕如此，换做正常一点的人也会观战其他人的对决，可这个黑衣青年并没有，他登上通天山峰，知晓对决规矩后便直接躺在半空之上睡觉去了。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完全不将其他小辈放在眼里，并且有人进行解读，发现这个黑衣青年的名字似乎另有含义。雾费氏阶等尔，这名字乱七八糟，可以说是非常奇怪。可若是反过来看，却变得畅通起来。尔等皆是废物，这分明就是尔等皆是废物的谐音。若是无意为之，那倒好说；若是故意为之，这就是对众位小辈的羞辱。可无论怎么看，大家都觉得此人就是故意为之，身份不明，狂妄至极，这些加到一起都让人很不讨喜。以他这种性格，就算天赋异禀，可若真的成长起来，那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人们都希望龙小小能够击败此人。接下来轮到你了。当于烈离开山峰顶端之后，龙小小也是将目光投向了黑衣青年。那黑衣青年先是打着哈欠，伸了一个懒腰，随后这才看向龙小小。哟，丫头有点东西啊，想不到会是你站在了最后。看着龙小小，黑衣青年似乎也有些意外。你若是怕了，现在可以认输。龙小小眼中尽是不善，毕竟从一开始见到这黑衣青年，龙小小就把他列入了敌人的名单之中。认输？听到龙小小的话后，那黑衣青年却是发声大笑，一阵狂笑后，才再度看向龙小小。丫头，你只是7品至尊，就算以血脉之力强行提升修为之后，也只是8品至尊，你根本就不是的对手。并且我提醒你一句，我可不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不会因为你是女子或者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我不出手倒还好说，我若出手那就必要见血。所以我劝你一句，与其无谓的挑战让自己负伤，还不如早早放弃，免得受皮肉之苦。那黑衣青年此话说完便站起身来，紧接着汹涌的力量自其体内爆发而出，就连其周遭的空间都被震碎开来。那是他的威压，威压跃出，瞬息覆盖天地。莫说山峰之上，就连山峰之下也能够感受到他的修为。他乃是一位8品至尊，